魏婴一边和蓝湛闲扯着，一边挽起袖子干活。中间几次蓝忘机都想来帮忙，都被魏婴挡了回去。蓝二哥哥穿的这般白净，若是弄脏了，可没地换衣服。周云倒是乐得看两个后生互相打趣，虽然是魏婴单方面逗蓝公子。魏婴自从修了轨道，挖坑埋尸这种事常干，毕竟人家给你干完活，总得把人家送回去呀，不然他们风吹雨淋的多不好。干活干得多了，手脚也就特别麻利。魏婴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看了看自己的成果，不由感慨，又多一门赚钱的手艺活。魏婴抬头，魏婴顺从地抬起脑袋，一块带着玉兰花香的汗巾便附在了额头，轻轻擦拭额头以及脸颊的汗水。魏婴心里嘟囔了一句，果然像个小娘子一样，怪招人稀罕的。如果不是自己臭名在外，娶个蓝湛也不错。好了，蓝湛收起手里的汗巾，折叠起来，再次放入怀中。魏婴歪着脑袋眨了眨眼睛，蓝湛耳朵红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结束没？周云不合时宜地打破了两人略微暧昧的氛围，指了指天色，再不过去，那些人就很难救了。魏婴正准备将村民拖入坑中，只见蓝忘机单手就举起村民的尸身，缓缓放入土坑中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那举着尸身的手抖都不带抖的。前辈，稍等片刻。蓝忘机盘膝坐下，给死者做最后的度化。一曲琴音了红尘，奈何世人恋红尘。生别离，死别离，最是难过别离关。周云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掌中的生命线隐隐已到来尽头，只待老天来取。孤家寡人何惧别离？这残躯能救一人便是一人，只能愿这世间少些魑魅魍魉罢了，余下总归要靠世人自救。蓝公子，魏婴便需要你带他一程了，我在前面带路。周云给魏婴抛了一个我懂的眼神，留魏婴一个风中凌乱。蓝忘机垂下眼眸，耳根发热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魏婴，你且上碧尘，我在后面。周云转身后并没有看到后面有趣的景象，放置好自己的酒葫芦，朝着去过的木屋飞去。魏婴踩着蓝湛的碧尘，久违的高空感让魏婴下意识呢喃了一句随便，不知道自己的剑被谁拿了去，是不是会像垃圾一样扔在哪个角落里。蓝忘机倒是听了个清楚，可是自己尚无时间去收集这些琐碎的信息。听闻魏婴被围剿身死，便连忙上了乱葬岗，只找到了小阿院。蓝忘机想了想和金家交好的兄长，低声安慰道：魏婴，等我回去问一问兄长，或许能知道随便在哪。魏婴只不过一声自说自话的呢喃，换来蓝忘机郑重的承诺，愣了一小会，随后弯起好看的眼睛，像只小狐狸一般。蓝湛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，随便陈情都不在身边，我现在就是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鱼肉，不知道哪个好心人可以保护我。周兄也身患疾病，不能过多与人打斗。前方带路的周云与二人保持着不远的距离，两人的谈话隐约听到了一些。魏婴一张小嘴巴巴的，活像看上了哪家姑娘死皮赖脸的凑上去的暗恋期少年，虽然这姑娘是个男的。周云好笑的摇了摇头，这年头找个喜欢的人就不容易，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月亮高高的挂在天空上，洒落下洁白的月光，照亮着前行的道路。若是这世间的人心也能放在月光下照得一清二楚，世间便没有那么多苦难的事儿了。晚上的温度较之白日低了些，御剑飞行了一会，魏婴便感受到了寒意，浑身抖了一个激灵。蓝湛看着身形单薄的魏婴，默默给魏婴输了一些灵力。其实蓝忘机也知道自己的灵力根本没什么作用，不夜天那晚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怨气和灵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，魏婴的体内已被怨气占领，根本不给灵力留半分位置。输入魏婴体内的灵力犹如石沉大海，激不起半点水花。蓝湛不用浪费灵力了。魏婴感受到后背的手掌，低声说道。不等蓝忘机说些什么，魏婴接下来一句话便把他堵得死死的。蓝湛，接下来可是你的主战场，灵力得留着对付那些人。我这身子骨虚啊，可经不起他们折腾。蓝忘机微微动了动喉结，一声低不可闻的随着风消散在了空中。到了，周云如同一只猎豹，轻巧地落在树枝上，随身携带的剑微出鞘，时刻准备着一击毙命。魏婴正打算跳下去一探究竟，被蓝忘机一把拽住手腕。满地的尸骸，
互相缠绕着的怨气，一步步缓慢挪动的活尸，眼前的场景到处充满着诡异。前辈，你之前来这也是这种情况吗？蓝忘机思虑再三开口问道。他是见过魏婴遇尸的，战场上魏婴以一敌千也是常见，但是与眼前这一幕要说相似，倒是让蓝忘机想起了不夜天。周云仔细看了看这个地方，给予了确切的回答，这鬼地方一直就是这样。魏婴撑着下巴，神色不明地看着颤颤悠悠活动着的尸身，嘴角似笑非笑。这场面比不得乱葬岗，但也足够形成小规模的怨气暴乱。漆黑的瞳孔慢慢沾染上了血红，耳边不断传来阵阵恶鬼的低语。